当外面的风雪呼啸声停止时，当那抹雪地上的白光反射进帐篷里时，范闲的面颊也变得极为苍白，眼窝下生出2团极不健康的红晕，额头一片滚烫。最害怕的生病便在最严寒的时刻来了。范闲躺在海棠温暖温柔的怀里，认真地喝着自己配的药，强行维系着精神，嘶哑着声音说道：姚公子有话说。说吧。海棠眉宇间全是担忧，轻轻地搂着他，像哄孩子一样地摇着。不能停，继续走。可是这里的雪这么大。忽然帐篷门被掀开了，王13郎探进头来，面上满是惊喜之色。一夜北风紧，开门雪上飘。然而这些雪是自地上卷起来的，天上已经没有落雪，只有湛蓝湛蓝的天空和那一轮看着极为瑟缩的太阳。空气中依然寒冽，可是雪终于停了。狂风暴雪，横风横雪，斜风细雪，不须归，亦归不得，又成鬼风厉雪，明风明雪，遮天蔽日之雪。还有那些从脚底下生出来的雪，没过膝盖，若稍有行差踏错，只怕会将整个人埋了。便在这一天，经历了数十日的苦寒旅程之后，所有的雪忽然全部停了，就像老天爷忽然觉得自己不停往人间撒纸屑的动作很幼稚，并不能迷住那3个年轻人坚定向前的眼神，所以拍了拍手，将手收回了袖中。天空放晴，露出瓷蓝瓷蓝却依然冰冷的天，阳光虽不温暖，却极为刺眼，借着一望无垠的雪地冰川，向着每一个方向反射着白到枯燥的光芒。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，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，所以阿甘回到国内还要经历那么多的事，才会再次看到珍妮，然后他依然会被认为不懂某些东西，再次出发，一直跑过无数美丽的风景。风雪过后，雪原上的雪橇队伍也在雪犬们欢快的鸣叫声中再次出发，压碾着或松软或结实的冰雪，向着北面前进。面色苍白的范闲坐在雪橇上，半个身子都倚在海棠的怀里，一面咳着，一面强行睁着疲惫的眼睛，注视着周遭极难辨认的地势走向，与自己脑内的路线图进行着比对，确定着方向。体内的寒症越来越严重，虽然随身的药物并没有遗失，然而天地间的酷寒对于重伤难愈、真气全废的范闲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极为残酷的折磨。这几日每天夜里，范闲窝在睡袋中，总是觉得身周全是一片湿寒，咳得仿佛要将内脏都咳出来一般，雷声之中带着嘶哑，就像是刀子在石头上面不停地磨，谁也不知道哪天便会被磨断。海棠和王13郎都很担心他的身体，甚至动了启程回南的念头，却被范闲异常坚定和冷漠地阻止了。因为他清楚，如果不能一鼓作气找到那座虚无缥缈的神庙，他不知道自己以后的生命里还能不能再次鼓起这种勇气。而且他体内的经脉尽乱，皇帝陛下还在南方的宫殿里修复着伤势，不去神庙找到五竹书，他回去南边没有任何意义。更令范闲有信心的是，通过苦荷大师留下来的法术小册子，他能清晰地察觉到，越往北去，天地间的元气密度越来越高。随着不断的冥想，他腰后雪山处的气海已经渐渐有了稳固续缘之兆，此时放弃太过可惜。眼下对于他们3个人来说，最大的问题便是时间。这是一场赛跑，一场范闲伤势病情与神庙距离之间的赛跑。范闲直觉，若真的找到神庙，自己体内的伤势一定会好很多。海棠和王13郎都知道范闲温和的外表下是无比绝狠的性情，所以他们也只有沉默地听从了他的意见。只是这2位友人依然十分担心他的身体，尤其是入夜以后，听着那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咳嗽声，谁能安眠呢？便在安静的夜里，海棠钻进了范闲的睡袋，轻轻地替他揉着胸腹，用自己的体温温暖那片苦寒。2个人的身体就那样温柔而亲密地贴在一起，
却没有丝毫男女方面的想法，只是紧紧地抱着，像互相取暖的两只小猪。王十三郎自然发现了这一点，但他没有任何表示和反应，只是加快了北上的速度，带领着雪犬组成的队伍，趁着天空放晴的时辰，拼命地赶着路。还有多远？停雪的天地间依然有风。第一辆雪橇上的王十三郎逆风呼喊着，迅即响彻了整座雪原。范闲眯着眼睛看着前方站立在雪橇之上皮袄迎风摆动的王十三郎，忍不住笑了笑，心想：这小子倒也是潇洒，居然真的不怕冷。这世界居然还能站在雪橇上冲雪浪，尤其是配上那一双墨镜，看上去真有那个世界里玩极限运动的小子们的风采。从怀中取出指南针和地图，范闲在海棠的怀中咳了2声，仔细地确认着方位。雪橇在雪地上不停上下起伏前行着，让他的观察有些费力。沉存许久以后，他疲惫地说道：顶多还有15天。当范闲展开地图时，海棠转过了脸。这已经不是范闲第一次展开地图了，最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凭借着超强的记忆指路，而到了后来病得太重，地图必须要拿出来了，可是王十三郎和海棠会刻意的避开，因为这是范闲的要求，也是3人踏上神庙之行前的誓约。范闲要求海棠和王十三郎不得向任何人泄露神庙的方位所在，因为他能猜测到，神庙的方位一旦泄露，庙里的事物一旦流落到人间，只怕会给这个人间带去无尽的祸患。就像母亲叶青梅当年带出来的那些武功秘籍，就像那个箱子，如果神庙里还有很多，这个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呢？范闲可不希望这个世界变成天位高手满天飞，电磁炮四处轰的恐怖所在。强者们随便打个架，就打得天地冲撞，元气大乱，这叫那些平民百姓怎么活呢？旅途之中不寂寞，因为有伙伴，然而格外的艰辛。只是这种艰辛也无法用语言来描述，因为艰辛在于苦寒，在于枯燥，在于无穷无尽，似乎永世不会变化的雪白之色。不知道过了多少天，平坦的雪原，微微拱起的雪丘渐渐变得生动了起来，地势开始变得复杂，阳光也变得越来越暗淡，气温低到了人类难以忍受的地步。好在暴风雪依然没有再下。北方天际线的那头忽然拔起了一座高山，一座高高的雪山，似乎自天地开辟之初，这座雄奇伟大的雪山便耸立在此间，冷漠而平静地等待着那些勇敢的旅行者前来朝贡。